托尼·帕克是帮助马刺4夺总冠军的功勋元老，同样也是 NBA 历史上最成功的国际后卫之一。身为法国人，帕克的身体里流淌着浪漫的血液，在场上他是 GDP 的发动机，不止停歇的法国小跑车。但是在场下，帕克也开车开得飞起，马达彻夜轰鸣，不知疲倦，甚至连队友的老婆也不放过。说起帕克的情史，就不得不提到他风华绝代的前妻伊娃·朗格利亚。这位曾经被媒体称为 NBA 最美太太的绝世美女，想当年也是绯闻男友都能填满一支篮球队，外加伤病名单，但是最终却被一个年轻的法国男人俘获芳心。据伊娃回忆，2004年时，他在马刺的主场看球，误打误撞的就走进了更衣室，然后看见了一丝不挂的帕克，一见钟情的二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河。等一下，车速太快了，中间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不过对于伊娃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害羞遮掩的时期。她曾经在采访中爆料过，帕克是她床上的导师。行了，姐姐你别说了，开车已经超速太多了。虽然伊娃当时已经有29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而帕克还只是一个刚到美国的22岁青涩小伙，但白富美爱上穷小子的姐弟恋依旧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在身边众多的赞美和羡慕中，两人成为一对如漆似胶的神仙眷侣。但也许伊娃当时不知道，帕克为了和她在一起，甩掉了远在巴黎的未婚妻。这个法国男人的花花肠子也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2005年，伊娃凭借自己在《绝望主妇》里的表现一炮而红，成为美国炙手可热的女演员。而帕克也在2007年拿下了自己的第3枚总冠军戒指，并且依靠场均24.5分、56.8%的投篮命中率和57.1%的3分球命中率，成为 NBA 历史上第1位外籍 FMVP， 一时风头无量。而二人的感情一直以来十分稳定，法国男人生在骨子里的浪漫让伊娃着迷，而伊娃的求学若渴也让帕克十分受用。又赶上两个人的事业都到达巅峰，他们自然考虑走进婚姻的殿堂，在神圣的誓言下厮守终生。2007年，帕克在一次比赛之后，立即飞到洛杉矶的伊娃家中，给了女友一个既浪漫又惊喜的求婚。而伊娃早就被帕克撩得神魂颠倒，自然满口答应下来。身为各自领域的当红明星，他们的婚礼自然也备受众人瞩目。帕克为爱人一掷千金，花了500万美元，在巴黎市郊的一座17世纪古堡置办了一场豪华的教堂婚礼，甚至将巴黎市长请过来当做主持人和证婚人。帕克也得到了人生中的第4枚钻戒，但是意义非凡。婚后，郎才女貌的二人也被所有人视为金童玉女一般。伊娃为了他甘做管家婆，打理家中的大小事宜，而春风得意的帕克也在 NBA 迎来了自己的巅峰赛季，不仅砍下了生涯最高的55分，并且以生涯最佳的场均22分、6.9助攻入选了全明星。二人很快成为了夫妻恩爱和睦的标杆。但是年纪尚轻的帕克在家庭观念上并没有他在床地上那么成熟，他还没有准备好担负一名丈夫的职责，依旧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抱有贪欲。不安分的帕克总是隐瞒伊娃在外面沾花惹草。法国名模亚历桑德拉·帕莱森特曾经公开自己在法国足球明星亨利的介绍下勾搭在一起，和帕克经常互发黄色短信或者打电话调情，只因为老婆伊娃不愿意做类似的事情。但是这位名模早在之前就有过前科，曾经以巴西足球巨星小罗的女友身份自居，进行自我炒作，自曝床事细节。再加上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持帕克出轨，所以伊娃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丈夫，两人一起公开发言，捍卫自己的婚姻。帕克郑重其事地向伊娃示爱，说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她是自己生命中最美丽的女人，和她在一起是自己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而伊娃也表现出了120%的信任，帕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丈夫。妻子的信任并没有换来帕克的回报，反而越来越大胆，将目标对准了自己身边队友的妻子。布伦特·巴里，也就是在1996年用罚球线滑翔飞扣证明白人也会飞的实力扣将。帕克和他曾在2004至2008年同为马刺效力。但是巴里最吸引他的并不是他在赛场上堪比黑人的运动天赋，而是他身材火辣的娇妻艾琳。艾琳似乎不满足于 NBA 历史上第1位白人扣篮冠军的爆发力，也想尝一尝法国跑车的强劲动力。
两人眉来眼去，每个月都要互发上百条短信调情，最终都没有抵挡住诱惑，双双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干柴烈火地纠缠到了一起。但是纸包不住火，帕克和艾琳之间的暧昧短信很快被伊娃发现。丈夫在平日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浪漫甜蜜的惊喜，在那一瞬间让伊娃觉得恶心反胃。没有任何犹豫，她不顾帕克的挽留和忏悔，毅然决然地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而巴里和艾琳的婚姻也同样走向破灭，两个家庭就因为一男一女的一时贪念，最终双双走向破裂。离婚的帕克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重回单身的他仿佛鱼归大海一般自由。帕克将魔爪伸向了马刺的美女助教贝基哈蒙，两人在平日激烈的训练之余，时不时也私下加练。不过两人都只是各取所求，并没有实际的感情，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激情褪去之后，纷纷安心地辅佐波波维奇南征北战。但是法国小跑车依旧没有停止在情场上的飞驰。在他和伊娃离婚1年之后，又很快结识了一位身材劲爆、面容较好的法国女记者阿克塞拉·弗朗辛。帕克独特的个人魅力以及神乎其神的撩妹手段，再一次让自己床边的美女对自己死心塌地。弗朗辛曾经当众表白，帕克在球场上有着出色的球技和闪电般的进攻速度，而他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总有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满足，也是自己欣赏他的原因。等等，听一听啊，生活中出色的球技和闪电般的速度，球哥听不懂啊？难道帕克的女友都被帕克带跑偏了，爱开车吗？2014年4月，爱开车的弗朗辛和法国小跑车产下了自己的爱情结晶，两人也因此携手步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8月，他们在德克萨斯州举办了婚礼，又在16年生下了小儿子。二人也时不时的就一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下大秀恩爱，孩子似乎成为了帕克归心的理由。而帕克也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完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征程，金盆洗手。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年龄渐长的帕克要在退役之后真正的将重心回归自己的家庭时，2020年8月3日，一向感情稳定的帕克夫妇宣布离婚，结束了9年的爱情长跑。虽然两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不被舆论影响，将离婚的影响降到最低，选择对离婚原因闭口不谈，但是球哥有理由相信，帕克也许依旧改不掉朝三暮四的坏习惯。法国小跑车的轰鸣声将再次响彻情场，不知道下一站又是开向哪位美女的闺房。NBA 是个商业联盟，既然是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矛盾。球员们可以在场上同仇敌忾，但是场下关系却很难说。有很多都是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当然也有不少表面兄弟。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把手伸向了对方的老婆，做到了床上同仇敌忾。除了之前说起的老于费舍尔，联盟中另外也不乏其人。今天阿斌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还有哪些球员喜欢挖墙脚，走过对方走过的路。那是96黄金一代成员，曾力压科比、奥尼尔等人蝉联2届常规赛 MVP， 从中足以见得当时的纳什能力有多强。纳什那时可比不是说说而已。然而没有拿到奥布莱恩杯是风之子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这让他被冠以无冕之王的头衔。然而纳什头上戴着的标签并不只有这么一个，还有老婆和队友送给他的绿帽子。2011年2月，当时纳什在太阳队的倒数第2个赛季，纳什的妻子亚历桑德拉刚刚分娩产下一子。按理说这是纳什的第1个儿子，他应该非常高兴才是。然而在纳什看到孩子的24小时后，他便跟妻子提出了离婚，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波动。究竟是什么情况？不少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挖掘。他们离婚的速度堪比闪电，而原因也恰恰因为闪电，不是闪电侠韦德，而是巴西闪电巴博萨。纳什和亚历桑德拉都是白人，但生下来的孩子却有着黝黑的皮肤，这一点着实令纳什感到奇怪。总不可能在肚子里就晒黑了吧？在经过 DNA 检测后，果然证实自己并非孩子的亲生父亲，这宛如晴天霹雳，让他实在难以接受。事实上，早在2010至11赛季初，纳什就发现了巴博萨与亚历桑德拉眉来眼去，关系非比寻常。然而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纳什当时也只是向太阳管理层施压，
将巴博萨交易出去。在纳什的请求下，太阳最终将巴博萨交易到了暴龙。但这些操作为时已晚，巴西闪电早已把种子撒在了纳什妻子的田地里，而且亚利桑德的土壤不像菲尼克斯那么干旱，种子存活下来了，并且很快生根发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黑色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这也直接导致东窗事发。队友怎么说也是外人，抛去同事这个关系，也就是路人。然而亲兄弟的血缘关系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这要是成为同道中人，那得多尴尬。然而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巴尔家族就是贯彻这一厚脸皮定律而走进球迷视野的。前些年就有媒体爆料，球家三弟拉梅洛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和一位女子暧昧互动，两人疑似正在交往。而经过证实，那个女子正是球家大哥隆佐鲍尔的前女友。拉梅洛小时候会穿哥哥穿不下的裤子，如今也是要穿同一条裤子的节奏吗？球迷且往下看，该女子名叫 Courtney Conejo， 是一名网红模特。在拉梅洛和考特尼 Instagram 下面的留言里，经常能看到两人发送一些亲昵的对话，就连三球的经纪人也和考特尼时有交流，关系非同寻常。好吧，真复杂。其实，在拉梅洛前往澳大利亚打球之前，就已经和考特尼在一起了。随着三球过完18岁的生日，两人也就不再那么低调。值得一提的是，考特尼比拉梅洛大了8岁，整整2个奥运周期。不过，也可以说是身体巅峰重合。毕竟很多男都喜欢大姐姐的。然而奇就奇在，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和球家上演姐弟恋。在此之前，考特尼就和比他小3岁的球哥传出过故事。2018年7月，球哥青梅竹马的高中女友 Denise Garcia 为他产下一女。就在这对校园情侣荣升父母之际，却因为第三者的介入，感情出现了裂痕。而球哥的出轨对象正是考特尼。奸情败露之后，丹尼斯极为愤怒，直接打电话质问考特尼，结果却被他反将一军。考特尼把两人的对话公之于众，还狠狠嘲笑了一番丹尼斯的行为，并且把后者的家庭住址发布在网上。对于如此凶悍的情敌，丹尼斯实在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选择原谅球哥。但就像阿宾说过的那样，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这不，鲍尔又管不住自己的裤裆了。球哥之后继续出轨，但对象不是考特尼，而是考特尼的妹妹阿里 Rosso。好家伙，这是组团勾搭的节奏啊！而球哥这一次偷腥没有擦干净嘴后，丹尼斯也不再给他机会，两人的爱情就此结束。而造成哥嫂离异的第三者考特尼，又缠绵上了三弟拉梅洛。这是要把每个 BO 的直径都试一遍吗？不知道球爹是不是都已经被列入名单呢？美国在男女关系上足够开放，法国也不遑多让。法国跑车托尼·帕克除了在球场上演《速度与激情》，私下也是跑过无数风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浪漫基因，让帕克骨子里也透着一股风流。尽管他当时的妻子伊娃美艳动人，但这并没有拴住帕克的心。毕竟天天吃山珍海味也会腻，总觉得别人家的饭比自己家的好吃。而这一次，帕克也没有舍近求远，而是把自己那杆枪对准了队友布伦特·巴里的妻子艾琳。在法国人浪漫攻势下，这位人妻很快破防，并进行了一系列不可描述的事情。画面自行脑补，阿宾只能说法式香吻自然是不会少的。只是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伸手就有被抓的风险。没多久，两人偷情的事被巴里发现，最终巴里与艾琳离婚，而伊娃也对此持零容忍的态度，随之与帕克离婚。就这样，在帕克成了巴里妻子的熟路人后，成了巴里的陌路人。只能说，别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常言道，色字头上一把刀，有时候这把刀不但会砍断队友情谊，还会毁灭一个王朝。2011年，已经2连冠在手的湖人向3连冠目标发起冲击。要是能够如愿夺冠，那么湖人的冠军数就能和塞尔提克持平，共享第1的位置。同时，科比的戒指数还能追平乔丹，并且也是2个3连冠，历史地位将进一步提高。所以那一年，无论对于湖人还是科比而言都非常重要。但是人各有志，有的球员品尝过冠军滋味后，对胜利的饥渴程度会冲淡，转而把精力用于其他饥渴的地方。在那年季后赛期间，湖人队内就出现了不和谐因素。媒体爆出科比替补弹簧人香农布朗与加索尔妻子有染，犯了此等动摇军心的大忌，球队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管理层就怒斥布朗，让他在这种时候管好自己的下半身。好像平时也不能这么干吧。
尽管布朗极力否认此事，但他与加索尔的关系再难修复。经历后院失火的湖人二当家加索尔因此变得魂不守舍，在场上毫无建树，被诺维茨基抱得体无完肤。原本的加索尔可不是那么容易任人宰割的，这回确实是被搞崩了心态。湖人很快就在和小牛的系列赛中败北，没能把握住创造历史的机会。做人的人品很重要，不能贪图一时的快感而放纵自己。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去。古人训诫也要牢记心中，君子风流，但不可糊涂。男人最强壮的肌肉应该是自己的心脏，而不是显摆自己裤裆里的那几两肉。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注定不可深交。在 NBA 球员中，有许多风情万种的人物，如传奇的张伯伦、花花公子罗德曼以及夜店王子哈登等等。然而，还有一位球员，他长相清秀，看起来毫无威胁，但在球场上他却是一位忠诚至极的代名词，帮助球队夺得了4座总冠军。然而，他的场下生活却饱受争议。其他球员或许是风情万种的浪子，但他却被称为超级渣男，他就是托尼·帕克。一提起法国，可能很多人脑中会首先闯入 romantic 这个词，进而联想到铁塔、香槟、香榭丽舍、法式舌吻、绅士。托尼·帕克1982年5月17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日，是一位前法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司职控球后卫。他在2001年 NBA 选秀中以首轮第28顺位被圣安东尼奥马刺选中，之后他曾效力于圣安东尼奥马刺和夏洛特黄蜂，在职业生涯中4次随马刺夺得 NBA 总冠军，其中2007年荣膺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成为首位获得 FMVP 的非美国球员。2019年6月10日，托尼·帕克正式宣布退役。11月12日，他的9号球衣举行了球衣退役仪式。帕克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名尽心尽力、忠诚的球员，为球队奉献了许多年华。然而，在私人生活中，他展现出了与球场上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深刻诠释了光鲜亮丽的表面下隐藏着一个邪恶无比的嘴脸的含义。作为 NBA 历史上最成功的法国球员，托尼·帕克情史的精彩程度可一点也不亚于他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2007年，帕克入选 NBA 3阵，其超凡的球技加上俊朗的外形使他名声大噪。正是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美国知名女星伊娃·朗格利亚，墨西哥裔美女，因为年轻时在一次模特大赛中获得冠军而被星探挖掘，踏上了好莱坞寻梦之旅。2005年，他凭借着《绝望的主妇》一剧一炮而红，从而跻身于一线女星之列。这位一头乌黑秀发的疯狂主妇，彼时成了无数人追捧爱慕的对象。伊娃被 People 评为最美50人之一，在 askme.com 票选的全球99位绝代佳人中排名第10。值得一提的是，在遇到帕克之前，伊娃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对象是同为演员的泰勒·克里斯，但两人因性格不合早早分道扬镳。为了安抚伊娃离婚后的低落心情，他的朋友带他去马刺的主场看球，期间他去到马刺的更衣室给球员们加油，于是伊娃结识了帕克。不过，关于他们的相识的传言有一个更狗血的版本。据传说，伊娃在主场看比赛时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马刺的更衣室，而当时更衣室只有一丝不挂正在换衣服的帕克。无论如何，两人相遇了。伊娃生于1975年，而帕克生于1982年。尽管有7岁的年龄差和姐弟恋的标签，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阻碍。帕克积极地追求伊娃，两人志同道合，很快成为了情侣。3年后的2007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两人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聚集了体坛巨星和好莱坞大牌。这样的配对让很多人将他们视为下一个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婚礼在巴黎举行，甚至请来了当时的巴黎市长担任主持人和证婚人。据称，整场婚礼花费高达500万美元，而婚礼照片的版权也卖出了200万美元。帕克和伊娃最终没有像小贝和贝嫂一样长久，他在家庭方面的观念并不像他在球场上的表现那样成熟稳定。据说他在和伊娃谈恋爱之前，也曾与在法国的未婚妻分手，而自结婚以来，有关他花边新闻层出不穷。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法国模特亚历桑德纳·帕莱斯特，他声称自己在亨利的介绍下和帕克发展了关系，两人经常互发有颜色的短信和打电话来调情。然而这些只是传闻，所以伊娃选择相信了帕克。然而常在河边走，哪也不湿鞋，纸终究包不住火。布伦特·巴里是一位著名的白人扣将，曾短暂效力于马刺。然而帕克似乎更喜欢他的妻子艾琳，两人结识后时常眉来眼去，每个月都要互发上百条短信，最终没能抵挡住彼此的诱惑，双双背叛了伴侣。然而这段关系并没有保密多久，很快伊娃和巴里都发现了，并且都
后毅然选择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在帕克背叛巴里之前，巴里一直把帕克当作铁哥们看待。为了帮助法国人帕克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巴里经常邀请帕克和伊娃到家中做客，或者一起去野外游玩。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频繁的相处让帕克和巴里的妻子艾琳偷偷联络成功了。巴里和艾琳当时是非常恩爱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巴里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儿子简直快要崩溃了，我都无法想象他将如何度过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老父亲感慨地说，说实话，这样的事情谁都无法接受啊！你的好兄弟和你深爱的女人竟然在一起，实在是太让人心痛。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帕克的出轨事件曝光后，他并没有受到比赛状态的影响。在事件曝光的当天，他在对阵公牛的比赛中贡献了21分和7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随后的比赛中，他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让人们开始逐渐淡忘了这一事件。原本人们以为帕克会因此而开始改正自己的恶习，但没想到他的丑闻接连不断。除了在场外勾搭嫩模外，最令人震惊的是，帕克竟然与队内的助教有了不正当的关系。贝迪·哈蒙是马刺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助教，而大家通常对助教的工作理解为一起打球、练球等。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帕克竟然在工作时间之外与女性助教切磋篮球技巧，包括背身单打、交叉换位和丝滑舔篮等技巧。这种举动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后来事件曝光后，在马刺队内和 NBA 联盟内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球员们纷纷对法国人独特的浪漫风格表示钦佩。后来前马刺球员杰克逊就在节目中高度赞美了帕克。费舍尔、帕克千万不要跟这些混蛋们一块玩，他们会在你闭上眼睛或者去厕所的时候勾搭你的女人。说出这些话时，武圣的表情如下，是非常的精彩，鄙视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两人似乎都是各取所需，并非渴望长情，在短暂的激情后便也分道扬镳了。当然，在场上法国小跑车风驰电掣，在场下也不会停止脚步。在与伊娃离婚后1年，他又结识了一位面容姣好、身材劲爆的法国女记者阿克塞亚·弗朗辛。看来浪漫确实刻在法国人骨子里的。即便帕克有过风流的前科，但还是不能阻挡姑娘们对他的热爱。2014年4月，帕克与弗朗辛生下了一个儿子。同年8月，他在德州举办了婚礼。16年，弗朗辛又为帕克生下了一个小儿子。此时的帕克生涯4冠，EF MVP 在手，职业生涯也逐渐进入后期。人们都以为第2次的婚姻和孩子会逐渐让他收心，真正回归到家庭，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不过在2020年8月，曾经恩爱的托尼·帕克夫妇突然宣布了他们的离婚，这一消息出乎人意料，而2人选择了保持沉默，或许是为了保护孩子。至于离婚的原因，他们都选择了闭口不谈。然而让人不禁猜测，也许是因为跑车的激情还未尽。在2021年，托尼·帕克再次公布了自己的新恋情，他的新女友仍然是一位靓丽的姑娘，比他年轻近10岁的网球运动员阿丽泽林。如今，托尼·帕克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与女友的生活点滴，带他到处游玩，赠送他游艇，甚至还与他一同出席了去年马奴的名人堂仪式。不知道这段爱情最终会不会修成正果，而我们的跑车最后又会停到哪位姑娘的车库呢？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